注意看，原本不可一世的魏忠贤在朝堂上瑟瑟发抖，朝堂下跪着的奉圣夫人一五一十地供述着自己的罪行。东林党和阉党这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崇祯的一颗棋子。在后宫的一间宫殿内，王承恩与数名锦衣卫临危受命前来传唤奉圣夫人。奉圣夫人迟疑不决的模样，逼得王承恩不得不以锦衣卫的威严出面，将其驱往皇极殿。王承恩还下令封锁了奉圣夫人所住宫殿，确保没有任何信息泄露。在皇极殿，奉圣夫人面对着一众大臣和阴沉脸色的魏忠贤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恐中。钱谦益等人弹劾的18大罪状使得他不知所措，然而再次的抗辩却惨遭崇祯帝的威压。帝王宣告要彻查此事，不留任何余地，更将奉圣夫人一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孤立无援的奉圣夫人在压力之下，最终选择了交代罪行，指认魏忠贤为同谋。他表面上是在求情，实则是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崇祯帝在暗地里早有布局，此刻权衡着诸多利弊。奉圣夫人对于他而言不过是一个极佳的筹码，他的认罪成为崇祯进一步秀肌肉的机会。他决定以严刑对付奉圣夫人家族一同惩处，同时掌握其宫中一切人等，由三司会审，以威慑宫内外所有人。与此同时，魏忠贤的时运似乎在皇极殿中的一幕后近乎崩塌，但崇祯帝选择了收手，暂时保留魏忠贤的位置。这一举动出人意料，使得所有人对崇祯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深深的疑惑。崇祯帝在东暖阁冷静安排布局未来，而他对魏忠贤的态度则是暧昧不明，既表达出不留余地的压制，同时又给予魏忠贤新任务，令人难以琢磨。当魏忠贤退场以后，崇祯帝对下一步的棋局有了更清晰的想法。他计划控制京城中的权贵大臣们，旨在操纵朝局的方方面面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无论对魏忠贤的哄骗，还是对众多大臣的威慑，都展现出他的政治技巧。事实，他还特别顾及后宫中的周皇后，暗示着皇后进食时需注意谨慎。周奎是崇祯的岳父，他的敛财手段和速度让人叹为观止。在这场国家层面的权力博弈中，崇祯帝展示了切换不同角色的能力。与周皇后的对话中，帝王温和而理解，然而背后的决策中又显示出铁腕。他承诺赦免周奎的性命，却要求交出所有财产，这不仅保全了周皇后的面子，同时也为国库增添了资金。周皇后起初对于崇祯帝的决定感到震惊与不解，毕竟她意识到此事不仅关系到她的家庭，还可能将影响皇后的地位。但她很快便在丈夫的安排与指示下行事。周奎是否能侥幸逃过这次劫难，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接受崇祯给出的严苛条件。在收集情报和下达命令过程中，崇祯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谨慎。他对锦衣卫和其他势力的掌控如一起牵线，步步为营。国库资金的积累，宫中势力的平衡，以及对后宫的安抚，他的政治手腕和老练在一连串的决策中得以体现。